人是万物之源，故是天地之精。我亿万魂穿到了修仙界一名古修身上，继承了原主能看到万物进度条的能力。在原主看来，这个能力就是个累赘，可我却坚信没有废物的能力，只有废物的古诗。于是我当即拿出了纸笔，在纸上写出了“古方”2个大字，接着又随意写下了一只蛊虫的名字。很快，纸上便出现了 1.5% 的进度条。果然不出我所料，古方也算是一种事物，自然也能看到进度条。这样我只需要排列剩下的材料就行了。若是进度不变，就说明猜错了；如果进度上涨，则意味着猜对了。所以当进度达到 100%， 就意味着我成功得到了一张古方。这也意味着我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能力自创出修仙界还未出现的新古种，没有试错成本，研究古方只靠纸笔。想到这，我顿时激动不已，推开门向着药园走去。这座药园属于龙家的一名古修，我是负责打杂的一童。我舀出一勺催熟液浇在灵药上，成长度立刻由 18.2% 变成 18.3%， 继续浇第2勺，进度上涨 0.1%。果然如此，修2勺涨 0.2%， 第3勺无效。这就是规律。我满脸激动，按照龙老吩咐，灵药每周需浇灌3勺，但现在看来，这只是模糊的经验定量，不可避免存在浪费。而有了进度条，我能把用量精确到极致，不仅能暗中摊没一部分催熟液，还能让灵药在极限培养下远超预期产量。龙老常年闭关，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只要我按时交足规定的灵药，多出来的产量就能节流下来。想到这，我嘴角上扬，炼制第一只蛊虫的钱，这不就有着落了？时间一晃过去1年，我终于攒够了第一笔钱。闲暇之余，我正翻阅着一份名为《长生经》的功法，这是古修家族故意泄密给凡人的养生法，只为让凡人多活几年，好多替他们干活重要。长生经共10层，每修1层增寿10年。我虽然修行资质极差，修为卡在巨灵初期，古修境界为巨灵、吸髓、灵海、出窍，但偏偏在这长生经上，我是个百年难遇的奇才，常人终其一生难以突破5层。我年纪轻轻已修至10层圆满，凭空多出100年寿元，但这却并不是完整的长生经，因为上面显示的进度条是小小的 10%。10层圆满却只有 10%。在好奇心驱使下，我利用看进度条的神奇反馈，开始强行往下续写长生经。如果进度消失，就意味着蒙错了，我去重写即可。就这样硬生生耗了1年，竟真被我推演蒙到了第20层。从11层往后，每层竟能暴增50年寿元。但我看了一眼面板，肝却隐隐作痛，耗时整整1年才推演 10%， 当前总进度才推进到 20%， 越往后推演势必越复杂，若要推到 100%， 怕是得千年万载。我果断塞起功法，反正在这以武为尊的世界，目前寿元足够挥霍了。当务之急是炼制属于我的第一只蛊。考虑到前期资源匮乏，奢求逆天灵虫无异于做梦，于是我靠着进度条排错，生生砸出了一张造价极低自创古方。廉价并不代表弱小，这个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蟑螂的恐怖，它不吃不喝数月不死，内脏破损甚至断肢都能重生，简直就是小强本强。古修体系中本就有媚蛊的设定，让蛊虫寄生在体内，以气血灵力喂养，便能反哺宿主其特质力量。本身就拥有灵力增幅的灵虫，一旦被炼成蛊，属性必定成倍拔高。我的课题很纯粹，借蛊附体，打造不死之身。说干就干，我果断把药园里进度 100%成熟的灵药全部拔出，直奔极西方室。方室外围严禁杀人夺宝，加上我物资寻常，倒算安全。方室里熙熙攘攘，散修摊位上灵丹妙药琳琅满目。我轻车熟路进了一家商会，用节流的高产灵药换了10个炼蛊用的蛊种，凑齐了廉价辅料，一通采买下来，兜里只剩下可怜的10块灵石。重新返回散修地摊区时，这进度条的变态之处彻底展现。因为假货一律没有进度，而那些进度逼近 100% 的玄铁渣，分明即将蜕变为价值100倍的玄铁金煞。如果不是囊中羞涩，我必赚个盆满钵满。更可怕的是活物灵虫头顶的进度条，小数点后的位数越多，代表成熟期愈发漫长，血脉也越发逆天。只要掌握这个规律，遍地都是捡漏的机会。我在各大摊位转悠半天，最终驻足在一名老者的摊前，死死盯住一只破烂的蜂巢，里面趴着2只奄奄一息的小蜜蜂。见有顾客驻足，老者仰起头笑道：“这是中品灵虫荆棘蜂的蜂巢。中品灵虫的恐怖之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为了得到这个蜂巢的蜂蜜，老朽可是拼了老命才得手。其中蜂蜜我另有用处，但蜂巢里还有不少蜂蛹和荆棘蜂。看你年轻，我便宜卖你，收100块灵石怎么样？”闻言我不动声色，内心却狂喜不已。这老头看走眼了。下品灵虫的进度条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代表100载成熟；中品是后3位，代表1000年成熟。而这2只垂死幼蜂头顶的数字，足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4位，这分明是成熟期上万年的上品灵虫。更何况龙老的药园遍地奇花异草，正是养蜂的天然温床，产出的灵药蜂蜜假以时日也必定暴利。打定主意后，我深吸了一口气，佯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模样：“你是不是看我年纪小，好忽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些蜂蛹和蜂虫全死了，只剩下2只半死不活的。”雨落，我装出一副要离开的模样，一口价10块灵石，你不卖我立刻就走。老者闻言不满道：“大爷，我见过砍价对半砍的，你这砍价我还是头一次见。”
道友，这荆棘风真是凶得很，可是耗费了我大半身价才得手，哪怕是只卖100块灵石，我也是亏了。闻言，我心中险些笑出声，那可是极品灵虫，能不凶吗？但我脸上依旧摆得死死的。笑话，你损失惨重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怪我没提醒你，这2只疯虫的情况很不妙，拖越久砸在手里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在出手至少还能有10块灵石，若长时间无人问津，让这2只疯虫死了，那你真就1块灵石都卖不出去了。我的话算是戳中了老者的死穴，他表情犹豫不定，纠结了良久后，最后咬咬牙，肉痛的拿去，算你讲价厉害。我痛快掏出仅有的10块灵石扔在摊位上，抄起蜂巢塞进玉虫袋，快马加鞭赶回药园，将蜂巢挂在树上。那一刻，满园的一品灵药花香猛地灌入，奇迹发生了，原本垂死的2只幼蜂瞬间恢复精神，生龙活虎的一头扎进花海，哪里还有半点残喘的模样？稳了，安顿好一切，我将材料悉数取出，望着桌上摆开的10个蛊中，我心跳骤然加速。炼蛊法则极其残酷，极其灵方所需的灵虫闷入罐中，恶疾护世，最终活下来变异的便是蛊。为防微乎其微的成功率导致失败，大多数蛊修都会准备多份材料进行所谓的盲练，我也备了10份。然而下一秒，我发现自己的谨慎纯粹是多余的，这金手指在炼蛊上更恐怖。当材料封中时，桌上仅其中1个蛊中亮起了若有若无的数值1，另外9个密不透风的蛊中毫无动静。我头皮一裂，瞬间悟透玄机，一旦有进度显现，必能达成100，完美成蛊；没有进度显示的蛊中，注定炼制失败，满盘皆空。现在有了外挂，如果没进度，我直接开盖回收材料就是了，然后换个天时地利的时辰再试一次，直到试出进度条为止。这就等同于我拥有着炼蛊100的成功率，完全零损耗。我越想呼吸越急促，双拳死死握紧，不用赌运气了。有了这逆天之物，我甚至敢直接去硬开修仙界那些成功率不足1/1000的传说级绝命蛊方。这外挂简直逆天到头皮发麻了。749天一晃而过，10个蛊中在同一天有了动静，果然只要有进度就100成蛊。进度条跳到100的那一刻，10只通体赤红的小强先后从蛊中里爬了出来，10个蛊中全成了，没有浪费一丁点材料。这在别的蛊修眼里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神迹。我赶紧把它们分开装好，免得同类互斥，给这全新的蛊种起名叫小强蛊。我扎破手指滴了一滴血上去，完成血气的瞬间就摸清了它的全部能力，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同阶常规打击根本杀不死，自带断肢重生。最绝的是这玩意什么都吃，纸、木头、皮革全部挑，完全不用为饲料发愁。虽说按品阶划分，它只是下品蛊，可这实战能力比大半中品蛊都实用。唯一的问题是，同种蛊一个人只能养1只，我多练了9只，得找个路子卖掉换钱。时隔1个多月，我再次踏入极西方市，这次不是来当买家的，是来当摊主的。我蒙着脸找了个空位铺好蛊，把9个装着小强蛊的虫罐挨个摆好，定价300下品灵石1只。旁边摆摊的李老道瞥了一眼，开口劝我：下品蛊虫本就不吃香，你还练的是冷门的蟑螂，根本没竞争力。我笑了笑，语气笃定：无妨，酒香不怕巷子深。他只当我是年轻吹牛。可话音刚落，我的第一个顾客就凑了过来，这哥们叫李二牛，正要跟死对头单挑，对方摸透了他所有底牌，正缺一只没人了解的新蛊出奇制胜。他拿起蛊罐看了半天，又瞅了瞅摊位上的说明，抬头问我：你这小强蛊真能让人同阶不死？我连忙摆手，话可不能乱说，我写得很清楚，仅能扛住同阶常规打击，心脏被搅碎了照样没救，但他能带断肢重生，还不挑食，什么都吃，养着完全不费钱。李二牛眼睛瞬间亮了，蛊虫大多金贵得很，有的专吃灵石灵药，能把人吃垮，不挑食这一点简直是天大的加分项。他当场扔给我3块中品灵石，1块顶100块下品，拿着蛊罐转身就走，开张大吉。我转头就冲李老道打去：老人家，邻居一场，299灵石，给你也来1只，出门在外多到保险不亏。李老道吹胡子瞪眼，骂我蒙到他头上了，可架不住我激将，当场抓起一个蛊罐，打开就滴血气。下一秒，他的表情直接僵住，脸色变了又变，满是不敢置信。怎么可能？区区蟑螂居然能有这种可怕的能力？他这才反应过来，我这小强蛊看着是下品，可打斗时能直接跟人以伤换伤，战斗力凭空翻1倍，比中品蛊都香。他痛快付了灵石，也生出了结交的心思，笑着让我也看看他的摊位，照顾他的生意。我转头一瞧，当场头皮发麻，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他摊位上摆的全是用来阴人的内蛊，不占血气名额，专门往敌人体内种。石头蛊、米粒蛊、油大蛊，一种比一种阴毒，死法一个比一个惨。下蛊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防不胜防。我瞬间浑身发冷，回村的路上全是碎石，谁要是网路上丢几个跟实力一模一样的石头蛊，我根本分辨不出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别说还有更小的蛊虫。离远了我连进度条都看不到，就算有金手指也防不住这种阴招。重活一世，我最怕的就是死，任何能威胁到我小命的东西必须立刻掐灭在摇篮里。我当场下定决心，第2只蛊就练显微蛊，只有练出显微蛊，我才能看清那些微米级的小虫，再也没人能偷偷给我下蛊。不止如此，等显微蛊一出，我就能研究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微生虫类，开创一个全新的蛊虫流派——微生派。我就是这一派的开山祖师。那些阴人的蛊在隐蔽，能有肉眼都看不见的微生蛊隐蔽，直接飞进敌人嘴里都不会被察觉，想害谁就害谁。论隐蔽性，天下又有何等蛊虫能比微生蛊更加防不胜防？石头蛊在微生蛊面前就是弟弟。接下来一段时间便不再有顾客上门，眼见无人，我也就收摊了。尽管还有7只小强蛊没卖出去，但今天实打实赚了6块中品灵石，折合600下品灵石，对我这个穷散修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我揣着钱，终于有底气去方式深处淘宝，找那块惦记了1个半月的玄铁，还有那块上品灵石。然而时隔1个半月，哪有那么巧能再碰到？找了一圈毫无收获，我只能作罢。
话，不过也没关系，方氏天天有新货，宝物多的是。调整好心态，我转身走进了一家占地极大的店铺，这是新来的前世商会，专做化石赌石生意。这世界的赌石，赌的就是化石里封着的远古灵虫。冰河时期，灵虫会裹上11休眠，撑过无尽岁月，运气好能开出灭绝的稀有虫种，甚至极品灵虫，一刀暴富一刀穷。但100块化石里未必有一块有活种，就算是赌石大师，也只能多几分把握。没人能100%看穿石头里的东西，但我不一样，在我眼里，没进度的石头全是废料，有进度的才藏着活虫。小数点后位数越多，虫种越逆天，这满店的好料，在我眼里跟白送没区别。我蒙着面，嘴角勾着笑，大步走了进去。店里分了好几个区，好料区价格高，废料区人最多。院子中间还立着个4米高的石王，围了一圈人啧啧称奇。我下意识开了金手指，石王上瞬间跳出进度82，68732。好家伙，小数点后5位，这里面藏着的绝对是成熟7万年以上的极品灵虫。有了它，我立刻就能自创极品古方，练出人生第一只极品古虫。我心脏狂跳，可往下一看标价，瞬间牙疼，1000万下品灵石，这跟抢钱没区别。我现在全身上下就600灵石，连零头都够不上。我看向旁边背着手的胖子掌柜钱多多，开口问道：“掌柜的，你这定价不合理吧？就算这石王真能开出极品灵虫，炼蛊还有失败率，1000万也太离谱了。”钱多多圆脸上堆起笑，看向我，外行了不是？谁告诉你石头里最高只能开出极品灵虫？自然诞生的蛊虫也是有的。这块石王甚至有机会开出排行榜上的逆天蛊种，1000万定价已经很低了。他话锋一转，神秘兮兮道：“看你也出不起这钱，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有个活动能免费拿走石王，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愿闻其详。我眼睛一亮，瞬间来了精神。钱多多先反问：“蛊虫能力可以深度开发，这事你知道吧？”我摇了摇头，我一个没师承的散修，哪懂这些？他也不意外，耐心解释：“没有废物的蛊虫，只有废物的蛊修。蛊虫智商低，只会基础能力，但人能靠智慧给他开发出更多招式。我家小姐得了只上品元素系光光，能力是操控光线，可这玩意智商太低，只会个照明术。”他一指旁边的投标箱，只要你把开发能力的想法写在纸上投进去，谁的方案能让我家小姐满意，这块石王就归谁。我立刻警惕起来，不对吧？满不满意全凭你们一句话，最终解释全归你们，我们岂不是成了给你们白送创意的冤大头？钱多多闻言笑了，解释道：“又外行了不是？我们前世商人，人人都练了诚信，做事必须诚信，否则就会被蛊反噬，修为终生寸进都算轻的。全天下蛊修都信我们前世的信誉，你担心的事绝不可能发生。”他又指了指不远处一群冥思苦想的人，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投标，还不信？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群人拿着纸笔抓耳挠腮，跟疯了一样。我心里瞬间有底了，论脑洞，这些土著怎么可能比得过我？我可是来自信息爆炸的现代。我自信满满的拿出纸笔，可钱多多又补了一句：“对了，招标一共1个月，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离结束不到1个时辰了，祝你好运。”说完，他转身就走，继续忽悠下一个人去了。他心里门清，他家小姐的标准是要把上品蛊开发出媲美极品蛊的战力，根本没人能做到，就是纯白嫖创意。可他没想到，来了我这个异类。我闭着眼，脑子里瞬间掀起脑洞风暴。首先得抓住核心，光蛊的能力是控制光线，不是操控光本身。光速移动、光速踢这些根本不沾边，全是跑题的。那控制光线能玩出什么花？人能看见东西，全靠光线反射折射。控制光线不反射，就能让对手直接致盲；控制光线折射，就能制造视觉幻想，让敌人分不清东西南北，甚至能千里视物，直接解锁千里眼。再往深了想，光能色散成红外线、紫外线、X 射线。红外线能夜视热成像，射线能搞出死亡射线，还有凸透镜聚光原理，不用透镜，直接控制方圆100里的光线汇聚在一点，那破坏力根本没有上限。越想我越兴奋，下笔如风，挑了些不威胁到我自己的脑洞写了上去，还特意写的通俗易懂，足足写了好几张纸，最后折好丢进了投标箱。投完标，我就开始在店里逛，专挑有进度的化石买。除了石王，没再碰到小数点后5位的狠货。我也很克制，只买了几10块就停手了。一来灵石不够，二来买多了，傻子都能看出来我有问题。怀璧其罪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就在我琢磨着中标后怎么把石王安全带走的时候，招标时间到了。一个身穿蓝裙的绝色少女从店里走了出来，有着一双晶莹澄澈的眼睛，却藏不住一丝狡黠。她一出现，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着结果。可没2秒，人群就吵了起来，一个个都吹自己的方案天下第一，标王非自己莫属。钱多多立刻站出来维持秩序，肃静，大小姐现在验标，禁止喧哗。全场瞬间落针可闻。钱丁丁打开投标箱，一张一张抽出来看，眉头越皱越紧，要么是跑题的光速攻击，要么是烂大街的光动光遇术，还有离谱到说能时光倒流的，纯侮辱他智商。他走了这么多方式，就没碰到一个能用的方案。直到他抽出我写的那张纸，眼睛瞬间亮了，上面的光反射折射理论，他闻所未闻，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些开发出来的能力，一个比一个逆天，看得他头皮发麻，忍不住拍案叫绝。他怎么也没想到，操控光线竟然还能这么玩。钱多多看他盯着一张纸看了半天，人都傻了。难道真有人能达到小姐的标准？那些早就被 pass 掉的人，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只有我一脸淡定，基操而已，没什么好激动的。钱晶晶研究了半天，终于放下纸条，一招手，一只光团从屋里飞了出来，正是那只光蛊，无实体的能量形态，还长着一双小眼睛，活灵活现。他把我写的那些想法用灵魂全转给了光蛊，那小东西的眼睛瞬间瞪圆了，显然也没想到自己的能力能这么用。他懒得再看剩下的纸条，直接开口宣布：时间不早了，我
宣布结果，本次中标者是龙先生。谁是龙先生？话音落下，全场瞬间炸开了锅，价值1000万的狮王真的送出去了。羡慕的、嫉妒的、不服的，吵成一片。钱多多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小姐真的要把狮王送出去。他刚想开口，就被钱晶晶一个眼神制止了。我不服，还有大半纸条没看完，凭什么定他是标王？没错，我们要求公开他的方案，让我们心服口服。一群人红着眼嘶吼，可钱多多一句话就把他们全怼回去了。够了，我们钱氏商会的诚信就是最大的公平，你们信不过大小姐，难道还信不过诚信？一句话，全场瞬间哑火。诚信股在这个世界就是金字招牌，没人敢质疑。钱多多快步朝举着手的我走来，脸上满是震惊。他清楚记得，我来这里还不到1个时辰，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拿出了能打动大小姐的方案。我淡定地朝周围拱了拱手，笑着说了句承让了，承让了。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朝那块巨大的狮王走去。全场人看清我瘦小的身形，全都惊了。中标者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个半大孩子。一群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油条，竟然输给了一个孩子。钱晶晶看清我的样子，眼中的惊讶也一闪而逝。她本来以为见识如此深之人必然是一个年迈的老学者，没想到会是一个少年。小友，你是打算现场切实，还是打算直接带走？现场切实我可以免费带走。钱多多这时走到我身边道：现场切实吧，我没那么大储物空间。我摸了摸那块巨大的狮王，随口应道。这话一出，全场瞬间炸了锅，所有人都一窝蜂围了过来。谢石本就是赌石圈最热闹的事，更何况解的是这块标价1000万的狮王，就连正在选石的古修都扔下手里的画石，挤过来看热闹。钱多多脸上也露出喜色，现场解石技能聚拢人气，真出了好货，他还能第一时间拿下，一举多得。他立刻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把上品灵气级别的红色灵斧，笑眯眯地问我：您打算先切哪里？我打量了灵斧一眼，拿起笔在画石正中心画了一条线，正好能和里面灵虫的位置完美擦肩而过。我能通过进度条精准定位灵虫的位置和大小，这一刀下去只会让所有人以为我切垮了。我装出一副紧张到手抖的样子，指着那条线喊：就从这里一刀切下去。钱多多立刻操控灵斧，轻飘飘地劈下，坚硬的化石在灵气面前跟豆腐一样，被小心翼翼地层层剖开。全场人都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着裂缝。可当化石彻底一分为二，切面光滑平整，别说灵虫了，连点虫痕都没有。人群里顿时响起一片失望的唏嘘声。我顺势摆出一副面如死灰的样子，演得跟真的毒垮了一样。钱多多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别气馁，这么大的化石没切到位置很正常。我像是被这句话点燃了希望，立刻拿起笔，又在2块化石上画了条线，依旧完美避开灵虫。斩钉截铁道：麻烦你顺着这条线再切。一刀落下，还是空的。人群彻底骚乱了，中心横竖2刀都没出虫。这块石王基本已经被判了死刑，不少人已经开始幸灾乐祸。我疯了一样，接连指了好几个位置让钱多多切，每一刀都精准绕开灵虫所在的位置。天色渐渐暗下来，4米高的石王被切成了50块，还有一地碎石，依旧连半只虫的影子都没见到。围观的人早就意兴阑珊，走了大半，剩下的也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神呆滞，喃喃自语：这怎么可能？这么大块石头，怎么可能不出虫？那演技足以以假乱真。钱多多也一脸茫然，他本以为这块石王必出虫，结果切到现在连根虫毛都没见着，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人群里有老人劝慰：小伙子，认命吧，这就是赌石。可我突然猛地站起来，对着周围人嘶吼：不，我还没输，灵虫一定在这50块石头里。现在我把这些石头全卖了，每块1000灵石，谁能开出虫，全看各位的运气。这话一出，全场人都愣住了。本来1000万的石王，现在1000灵石就能买1/50比1把，就算大概率是空的，可万一呢？1000灵石亏了也不心疼，赢了就是一夜暴富，这买卖谁不心动？所有人的呼吸都急促了，眼里全是贪婪。事情完全按照我的计划发展，50块化石瞬间被疯抢一空，没人注意到我悄悄把那些最大只有拳头大的碎石收了起来，那只极品灵虫就藏在里面，神不知鬼不觉。回到家，我捧着那块藏着灵虫的化石，激动的嘿嘿直笑。机关算尽，这宝贝终究还是落到了我手里。我小心翼翼地切开化石，一只长得像眼睛的灵虫露了出来，它缓缓睁开眼，目光里带着一股邪气，瞬间苏醒。我心脏狂跳，这可是铜虫，这个世界最稀有的骨类，比元素系蛊虫还要抢手，天生就能施展强大幻术，以精神力为食，自成体系。有了这主材，我立刻就能自创铜骨古方，而我要的核心能力就是一直惦记的显微放大能力。我立刻拿出纸笔，写下给这只古虫起的名字：石中眼。金手指立刻跳出了进度条，我突发奇想，牛眼能放大事物，我把牛眼加进去行不行？提笔写下牛眼2字，进度条竟然涨了。我瞬间醍醐灌顶，练蛊根本不用墨守成规，材料不一定非得是虫。有了这个发现，我又加上了鹰眼，进度条再次上涨，千里眼的能力也一并拿下。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开启了干地模式，每天除了干古方，就是乔装打扮去方式卖小强骨，捡漏赌石敛财。说起来，小强骨早就火遍了方式。当初买了股的李二牛，跟死对头单挑时被洞穿了心脏，愣是靠着小强骨没死，反手反杀了对手。这一战过后，小强骨直接卖爆，成了方式最抢手的下品骨，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时间一晃就是2年，我的修为依旧卡在巨灵初期，纹丝不动。可长生经却被我干到了第12层，寿元又暴涨100年。更重要的是，我硬生生干出了一份足足3000多种材料的铜骨古方，光是炼骨成本就花了我数百万灵石，直接掏空了我2年的所有积蓄。我深吸一口气，把所有材料逐一放进大鼎里，反复调整了37次，顶上终于跳出了0的进度条。鼎里那只石中眼邪气四溢，被他盯上的灵虫全都像中了幻术一样呆立不动，任由他吞噬。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足足9981天，进度条终于跳到了100。我猛地掀开鼎盖，一只邪气凛然的铜骨正趴在鼎中心，妖异地盯着我。
我立刻滴血起，他顺着我的眉心钻了进去，与我完成了共生。这一刻，我也知晓了他自带的幻术元界能完美复制现实世界的一切，造出毫无破绽的真实幻境。众术者身处幻境却根本无法察觉，恐怖至极。我给他取名为天机之眼，立刻开始测试他的基础能力。意念一动，眼前的世界瞬间被放大，微米级的微生物清晰可见，再注入精神力，直接进入内米层面，甚至能看到分子、原子、原子核。婴儿期的天机之眼就能放大到原子层面，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脑子飞速运转，疯狂开发他的能力，能微观解析就能破解灵丹、毒药的配方，能极致放大就能做到身法入微，以最小幅度躲避攻击。千里眼搭配我的金手指，更是能无视障碍物，看到地下深处的进度条，灵石矿脉、金属矿脉、化石矿脉、古墓，全在我眼前无所遁形。这哪里是辅助能力，这简直就是行走的聚宝盆。我甚至冒出了更大胆的想法，既然能看到原子分子，那能不能用灵魂力改变它们的排列，点石成金，甚至成为造物主？哪怕现在灵魂力不够做不到，未来也未必不可能。平复下激动的心情，我玩心大起，驱动天机之眼望向了龙老闭关的茅草屋。只见屋内，龙老正对着一炉烧沸的材料暴跳如雷，疯狂咆哮：该死，又失败了，就差3种材料，10年了，我磨了整整10年。百花丹是聚灵期最强的灵丹，只要补全这个残方，龙家实力就能再上一个台阶。可我怎么就是迈不过去这一步？他不远处的桌子上正放着一张缺了一角的古朴丹方，缺失的正是3位最核心的主材，而这张残方被我用天机之眼看得一清二楚。我若有所思，别人补全残方要耗费金山银山和几十年光阴是错，可我有金手指，零成本就能补全。更何况丹方名叫百花丹，已知的97种材料全是花类灵药，剩下的3种必然也和花有关，在限定灵药品阶已经大大缩小范围了。百花丹，难怪龙老的药园里会全种花，原来如此。我眼睛一亮，突然反应过来，我好像能当炼丹师了。靠着天机之眼的千里透视，龙老的炼丹过程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不仅能偷学炼丹术，连丹方都能顺手摸过来。在这个世界，炼丹师比古修还要稀有尊贵，手握灵丹就能掌控古修的破境、疗伤、蛊虫蜕变，人脉通天，没人敢轻易得罪。更重要的是，有了灵丹，我那慢得像蜗牛的修炼速度就能直接起飞。资质不够，资源来凑。龙老耗10年都补不全的百花丹方，我有金手指在手，补全它不过是时间问题。等百花丹没用了，我再自创千花丹、万花丹，修炼之路直接铺得明明白白。打定主意，我全神贯注盯着龙老炼丹，把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一天下来，龙老累得虚脱昏睡过去，我也收获颇丰，不仅摸透了百花丹的炼制手法，还顺带着把龙老藏着的紫魔焰灵火配方给摸了下来。这可是龙家的不传之秘，炼丹师的命根子就是火焰，强大的灵火直接决定炼丹的成功率和丹药品质。但我不敢直接用，免得被龙老发现招来杀身之祸，索性照着紫魔焰的模板，打算自创一种更强的灵火。我异想天开，想搞出一种能释放寒气的寒冰神焰，反正自创对我来说零成本，无非是费点时间。万一成了呢？我在纸上写下寒冰神焰4个大字，又添上了大量消石，笔刚落下，纸上就跳出了灵妖的进度。我喜出望外，成了！这违背常理的火焰，居然真的有实现的可能。2天后，我蒙着面再次踏入方室，龙老耗了10年都没补全的百花丹方，我只用了2天就搞定了，大半时间还都花在了研究寒冰神焰上。这次来方室，就是为了凑齐百花丹的材料，再淘个炼丹炉。刚进方室，一阵争吵声就吸引了我，一个13、14岁的小药童正拿着一堆废丹跟人叫板，嘴皮子溜得很，硬是把没人要的废丹说成了宝贝。我心里一动，有天机之眼在，我能不能通过废丹破解里面的丹方？这些废丹我得拿下。更巧的是，一问才知道，这小药童手里正好有个炼丹炉。我直接开口，炼丹炉我出1000灵石买了。小药童眼睛一亮，认出我是卖小强骨的蒙面摊主，当即摇头，我不要灵石，我要你的小强骨。我愣了愣，劝他，你这体型不适合肉身开团，养外骨保镖更合适。可他油盐不进，非要换小强骨。我索性加了条件，换可以，每种废丹给我10颗，当补差价。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当场交易，生怕我反悔。交易刚成，旁边一个满脸刀疤的壮汉立刻拦了上来，讨好的要用自己采的灵药换小强骨。我打开他的储物袋一看，直接乐了。我正找的3位百花丹主材，里面全有，数量还不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当场收了灵药，把小强骨扔给了他。深夜回到家，我兴奋劲还没过去，材料、炼丹炉全齐了，当即就要开炉炼人生第1炉丹。靠着偷学来的手法，我催动火焰预热丹炉，随手丢了一株灵药进去。下一秒，我直接愣住了，丹炉上居然跳出了提纯进度铃。我瞬间反应过来，我的金手指连正在做的事都能显示进度，提纯看进度，火候错了进度就变，炼丹看进度，操作错了进度就停。别人千难万难的炼丹，在我这里直接变成了照着提示走的简单游戏。一夜过去，我不仅把100株灵药全部提纯完毕，更是一炉炼出了9981颗百花丹，颗颗饱满，丹香四溢，没有一颗废丹，直接拉满了满丹成就。这要是让别的炼丹师知道，怕是得惊掉下巴。我抓起几颗百花丹直接扔进嘴里，原本纹丝不动的修为当场就有了动静。接下来的1年，我每天磕着百花丹修炼，闲下来就爆肝寒冰神焰的配方，偶尔去方室捡漏，卖小强骨赚灵石，还把收来的废丹全破解了丹方，甚至靠卖灵丹狠狠赚了几笔。1年后，我终于突破到了聚灵中期，而耗费了我1年心血的寒冰神焰配方也终于干成了。可看着配方上300种稀有材料，尤其是主材千年寒冰粉，我直接妈了，这玩意灵石都买不到，只能先放一放，另想办法。这天正好是灵药成熟的日子，我采了药去龙老的茅草屋交差。龙老正看着炼丹的书，抬眼扫了我一下，瞬间愣住了。你突破聚灵中期了？我笑着拱手，还是龙老
眼力见，晚辈修炼10多年才到巨灵中期，让前辈见笑了。龙老连连摇头，我可没有见笑。按我的估计，你本该一辈子都到不了巨灵中期，你这么快突破，才让我诧异。我当场懵了，难道我的资质就这么不堪？倒也不尽然。龙老叹了口气，道出了真相：你拥有万年难遇的尸绝体，遥古时期那是天下第一奇体，灵海广阔，灵力储量远超同阶，经脉宽广，同一种灵术打出的威力，同阶无人能敌。但时至今日，尸绝体的修炼功法早就失传了，偏偏这体质又排斥其他所有功法，灵海坚若磐石，突破难度极大，需要的灵力更是海量，没有对应功法，修炼速度自然慢得离谱。我猜你能突破，应该是灵鸡蛋吃多了，靠食补堆上来的。我恍然大悟，难怪我除了养生功法，什么功法都练不通，原来根子在这。我下意识脱口而出，不就是功法失传了吗？重新创一个不就完了？龙老当场吹胡子瞪我，想得容易，你当顶级功法是什么？说创就能创，就是当今古界第一强者，也不敢说有自创顶级功法的本事。我表情古怪，试探着问，假如我真碰巧把尸绝踢的功法创出来了呢，那我是不是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天才了？龙老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年少无知，你是真敢想，还碰巧？我碰你个大头鬼！有自创功法天赋的能人，那是百年难遇的天纵奇才，尸绝体拥有者是万年难遇，两种天赋撞在一起的概率有多大？又是尸绝体又有自创功法本事的人，可能存在吗？哪怕真出现这种巧合，拥有尸绝体的人压根就没成长起来的机会，成长不起来，又谈何自创功法？这是死循环。放心，有自创功法本事的人绝不可能是你，你赶快死心吧！听了龙老一番话后，我心中隐隐激动，我心里门清，自创功法对别人来说难如登天，可对我而言，跟之前干古方没什么两样，照着金手指的提示试错就行。尸绝体在别人身上是要命的死局，落在我手里，只会是我无敌天下的最大资本。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创出适配尸绝体的修炼功法，彻底解决修炼速度慢的死穴。我压下翻涌的激动，装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沮丧模样，跟龙老告退离开。回到住处，我铺开白纸提笔，却瞬间卡了壳。一部完整的顶级功法，离不开灵力运行路线、功法神通、配套灵术3大核心要素。垃圾功法只需要画个运行路线就行，可我要创的是能配得上尸绝体的无上功法，3要素缺一不可。可我一个没接触过正统修炼功法的散修，连基础门道都没摸透，闭门造车根本行不通。这个世界的人个个敝帚自珍，地摊上那些功法全是错漏百出的破烂，金手指连进度都不显示，根本没法借鉴。就在我憋了半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快要愁白了头的时候，一道灵光突然炸在脑子里，我有天机之眼啊！元界幻术能完美复制现实场景，那我直接把大族的藏书阁、藏宝阁复制成幻境，不就能光明正大进去白嫖所有功法？我越想越兴奋，顺着思路往下挖，才发现元界的能力远比我想的更逆天，幻境和现实100%一致，我能在里面做无数次实验，炼丹、炼蛊、推演功法，哪怕在幻境里把自己玩得七窍流血、濒临死亡，现实里的身体也毫发无损，这不就是免费的无限模拟空间？我反复测试，摸清了幻术的限制，复制场景必须距离够近，场景越大，宝物等级越高，复制时间越长，实战里局限性不小，可用来偷学功法，简直是天作之合。目标我当场就定好了，老熟人前世商会，他们家的藏宝阁就在方氏核心，里面功法宝物不计其数，正好方便我下手。我马不停蹄赶到方氏，在藏宝阁对面的客栈租了间2楼的屋子，关好门窗，躺到床上，直接发动了幻术。眉心的天机之眼泛起妖异的红光，片刻之后，对面的藏宝阁就被完美复刻进了幻境。接下来的1年，我一有空就扎进幻境里，把前世藏宝阁里的所有功法学了个精光，连他们的镇族功法都没放过，别人穷尽一生都未必能砍完的典籍，我靠着幻境和金手指，1年就摸得透透的，有了100家功法打底，我正式开始自创适配尸绝体的尸绝经。这个世界的功法都讲究纯粹单属性，觉得属性越单一，修炼速度越快，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搞5行大循环。尸绝体灵海坚若磐石，突破难度极大，我正好用5行循环产生的强大冲击力去冲开这块磐石，从根上解决这个弊端。更何况我这具身体正好5行俱全，简直是天生适配这套功法。靠着金手指的错误提示，再加上幻境里无数次拿自己做实验，哪怕每次都把自己搞得经脉俱断，我也毫不在意。终于，我成功研究出5种双属性融合的变异灵力：火木相融的炎灵力，火土相融的龟灵力，土金相融的偏灵力，金水相融的水灵力，水木相融的灵灵力。我连功法的进阶路线都规划好了，第1层双属性融合，第2层3属性融合，第3层4属性融合。也只有尸绝体这坚不可摧的灵海，能扛住这5种狂暴的变异灵力。换个人来练，当场就得被撑爆灵海而亡。灵力运行路线和属性都搞定了，可功法的核心神通，我却彻底卡了壳。藏宝阁里那些功法的神通，我一个都看不上，要么太弱，要么跟尸绝体完全不契合，自己想出来的脑洞又不知道该怎么用功法实现。我索性跳过神通，先搞配套灵术，灵术必须跟功法100%契合，还要能同时调动5种属性。我脑子里瞬间就有了主意，把5行灵力压缩旋转，做成高密度灵力球，靠引爆产生恐怖伤害。就这一个简单的思路，我只用了1个月就创出了配套灵术5行域，还分了4式：相生循环后劲十足，相互循环攻击力拉满，相克循环爆发力逆天，还有单一属性的极域式。我在幻境里试过，仅仅是巨灵中期的境界，双属性灵力打出的相克循环就能把坚固的藏宝阁轰得千疮百孔。等日后我掌握了更高阶的融合灵力，这招的威力根本不敢想象。灵术成了，可神通的事还是没着落。我正坐在椅子上愁眉苦脸，客栈的门突然被敲响了。龙小友在吗？是李老道的声音。当初摆摊的老邻居，也正是因为他那些防不胜防的因，我才铁了心练出了天机之眼。说起来还得谢谢他，我无奈开门把他迎进来，没好气道：我都躲到客栈来了，
你都能找到，消息够灵通的。你可别这么说，现在整个方氏都传开了，说你这个蒙面大侠天天往这跑，是看上前世大小姐吗？李老道一脸揶揄，不然你有家不回，天天住客栈烧零食，图啥？我脸一黑，胡说八道，哪个龟孙子造的谣？解释就是掩饰。我索性打住话头，直接问，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直说，我忙着呢。李老道立刻收了玩笑的神色，严肃道，附近有座大型古墓现世，好多散修都过去了，连几个大族都掺了一脚，我势单力薄，想要你组队，相互有个照应，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现在就距临中期的境界，没靠谱的外骨防身，作战手段有限，苟着发育才是王道。古墓里宝物再好，也得有命花。不了，有大族掺和的局，我们散修去了就是炮灰，我还想多活2年，你自己去吧。李老道还不死心，劝道，我们不跟大族争宝，就跟在他们后面捡漏，危险全由他们顶着，绝对安全。我依旧态度坚决，说不去就不去，你别劝了。李老道见我铁了心，只能摇摇头，无奈的走了。日子一晃过了1个月，外面下着小雨，我正准备关窗户，一道身影突然破窗而入，吓了我一跳，是李老道。他浑身是血，衣服破得稀烂，一落地就咳出一大滩血，眼看就剩半条命了。该死，真是棋错一招。李老道喘着粗气，咬牙切齿的骂，那帮狗杂碎，居然逼着我们散修去探墓，古墓里邪门的很，散修死了一大片，跟我组队的人全没了。我一点都不意外，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我随口问道，结果呢？镇墓之宝被人拿走了没有？李老道摇了摇头，大族也死伤惨重，没人能拿到最核心的宝贝。我没捡到什么好东西，就只带出了这本残缺的功法。他掏出一本沾血的破册子，在我面前晃了晃，封皮上4个大字，赫然是日月心经。我眼睛一亮，一把夺过来就翻。李老道愣了一下，随即开口，我的功法可不是白看的，你得给我1瓶解毒丹，古墓里的奇毒，你的小强骨可扛不住。我头都没抬，随手扔给他1瓶解毒丹。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这本功法，根本没心思注意别的细节。这本日月心经果然不凡，大成者能修出阳、月、星3种顶级变异灵力，最逆天的是他的神通化外分身，能修成3具分身，白天阳分身战力翻倍，黑夜月星分身战力翻倍。最离谱的是，分身能自行修炼，还能把修炼成果、知识感悟全部返还给本体，算上本体，修炼速度直接是常人的4倍。我呼吸瞬间急促起来，心脏狂跳不止，这不就是我找破头都没找到的神通吗？石绝体最大的弊端就是修炼速度慢，有了这个化外分身，这个硬伤直接被彻底解决了。跟我要创的石绝经简直是天作之合，我对这个神通实在是太满意了，不得不感慨，让分身帮助本体修炼，实在太有创意了，简直是神人般的想法。这个创作者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我翻到功法封皮，在右下角找到了作者名，瑶光女地主，居然是位女帝，想来定是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只可惜我一个小散修，对她的事迹一无所知。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决定，石绝经的神通就借鉴这个化外分身的思路，日月心经能凝日月星3大分身，那我的石绝经完全可以凝天、灵、水、炎、龟5大分身，比原版还多2个，修炼速度直接再翻2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根本不是难事，到时候5大分身各修1种变异灵力，修炼成果全返还给我，我本体只管搞研究，躺着就能变强，这日子想想都美。只可惜日月心经残缺的厉害，唯独神通部分还算完整，刚好够我用。接下来我又一头扎进了干功法的日子里，凝聚分身的原理我压根看不懂，没关系，天下文章一大抄，我照着改，再靠金手指示错就行，进度消失就是错的，进度上涨就是对的。就这么干了无数个日夜，整整1年，石绝经的神通篇终于成了，功法第1层也彻底大功告成，功法总进度125，意味着这部功法足足有8层，上限高的离谱，我相当满意。出关之后，看着屋里闭目修炼的5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分身，我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这5个分身分别对应5种变异灵力，只要不跟我长时间分隔，绝无反叛的可能。5倍的修炼速度，我坐着不动都能升级，这简直就是开挂。哪怕石绝体修炼门槛极高，有这5个分身打底，我的修炼速度也终于追上了这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功法的事搞定了，接下来就该补全我最大的短板——战斗力。现在我除了5行玉和元界幻术，根本没别的伤敌手段。元界还有极大的场景限制，真遇上突发遭遇战，我大概率只能被动挨打。距灵期这个阶段，外骨的战斗力远胜内骨，想快速提战力，练一支强大的外骨是最好的选择。可练骨要花钱，之前的摇钱树小强骨市场早就饱和了，我的经济来源直接断了，连寒冰神焰的材料都凑不齐，更别说练新骨了。没办法，我只能出门找发财的路子。巧的是，刚到方氏，就听说今天正好有一场聚灵期散修的专属医保会，这可是捡漏暴富的好机会。我当即就跟着人流赶了过去。能进医保会的都是身家清白、有一定底蕴的散修，里面的宝贝是地摊上根本见不到的。我靠着小强骨创始人的名头，守门的人压根没来，直接放我进去了。一进场，一道打趣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真是稀客，没想到我这一保会还能把你这个大宅男给请出来。说话的是东道主地心，方氏里少数卖上品蛊虫的狠人，更是个罕见的阵法师，也是出了名的阵客，专偷古修家族，唯独怕蟑螂，从来没买过我的小强骨。我笑着拱拱手，原来是欣姐，别人的医保会我懒得去，你的面子我必须给。地心掩嘴轻笑，也没再多聊，见人来的差不多了，便走到台前，当起了第一个出货的人。他先拿出3套隔音阵盘，刚介绍完就被一个女散修盯上了，对方显然是想用这阵法掩人耳目搞些动作，两人私下交易，很快就成了。紧接着，地心拿出了他的压箱底宝贝——上品外骨双尾飞鞋，这东西一亮相，全场瞬间沸腾，所有人眼睛都红了。毕竟整个方氏
拥有上品蛊虫的散修都没几个，唯独我扫了一眼就没了兴趣。我早就打定主意，以后用的蛊虫必须全是我自创的，别人的蛊再强我也看不上。反倒是看着地心，我突然灵光一闪，我的天机之眼能看到微观世界，那能不能刻画出肉眼看不见的微缩阵纹？同等体积的阵盘，我能刻下100倍、1000倍的阵纹，靠数量碾压，阵法威力岂不是直接暴涨？真成了的话，我甚至能自创一个新的阵法流派，开山鼻祖都不是没可能。想到这，我立刻走上前，给地心传音：你台上的东西我没兴趣，我想跟你买阵法方面的书籍，价格好说。我本以为法不轻赚，大概率要碰壁，没想到地心微微一笑，直接从储物袋里掏出厚厚一摞阵法书拍在桌上，在我这没什么不能交易的，价码合适，双尾飞蝎的古方我都卖。我当场就惊了，翻了翻书，从基础阵法知识到高阶阵图应有尽有，正好够我从零学起。我开玩笑道：这些书我全要了，给你几百只小强蛊换，要不要？地心瞥了我一眼，说出了他的条件：我要能加快修炼速度的宝物，你有吗？我直接扔给他一颗百花丹，你看这个行不行？地心接过丹药一检查，瞬间面露狂喜，这百花丹的药效比市面上同类型的灵丹强了3倍还多，对他这个巨灵期修士来说，简直是突破洗髓期的至宝。他立刻道：这丹药我要了，200颗，换我这全套阵法传承。我心里都乐开花了，别说200颗，2000颗我都拿得出来，这波简直是血赚。我当即点头，成交。20瓶百花丹往桌上一摆。地心检查无误后，我立刻把阵法书全收了起来。刚要走，地心突然叫住我：忘了跟你说，这些书全是我偷来的，上面的独门阵图很容易被认出来，你自己偷偷用，别惹上大麻烦。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卖得这么痛快，合着是赃物。我也反手回了一句：巧了，我的灵丹也是偷来的，你也别在外人面前用，免得惹事。对完这一句，我才转身回了座位，留下地心在原地瞪我。一宝会一场场进行下去，一批批宝物拿出来，全是等价交易。我等了半天，一个捡漏的机会都没等到。就在我等得快没耐心的时候，一个熟面孔走上了台，正是当年卖给我炼丹炉的小妖童。这小子近些年风头正盛，不到18就冲到了巨灵后期，在整个方式都赫赫有名。上次他卖废丹，这次果然也没让人失望，直接掏出了一张缺了一角的残破藏宝图。台下瞬间嘘声一片，所有人都嘲讽他拿张废纸来骗傻子，毕竟藏宝图缺了最关键的部分，根本找不到藏宝地点，跟废纸没两样。小妖童却不以为意，嘴硬说万一有人能修复，能占卜出位置。台下的人只当他是疯了，唯独我眼睛一亮，死死盯着那张藏宝图，上面明明白白显示着90、98的进度。我能靠蒙干出古方，干出功法，自然也能靠蒙补全这张藏宝图。画错了进度就消失，画对了进度就涨，早晚能把完整的藏宝图干出来。等了半天，总算等到这个天大的漏了。这藏宝图里指不定埋着价值数亿的重宝，这次我是真要发了。我再也按捺不住，立刻走上台，这张残图我要了，你想换什么？小妖童听到我的声音一愣，随即失声道：又是你，你是买破烂买上瘾了？我脸一僵，硬着头皮道：我就是你说的那种聪明人，凭着9/10的图就能推算出藏宝地点。小妖童眼睛瞪得溜圆，惊呼道：你该不会真有能修复一切的能力吧？我修复你个大头鬼，你就说卖不卖？不卖我现在就走了。我被他喊得头皮发麻，这小子再喊下去，所有人都要以为我有特殊能力了。卖，当然卖。小妖童立刻点头，我要你刚刚那种灵丹，给我100颗就行，就10颗，爱要不要？我将一个单瓶重重的拍在桌子上，开玩笑，出那么高的价将残图拿下，别人真要怀疑我有能修复一切的能力。成交，反正这张残图本来1颗灵石都卖不出去，现在有人接手，多少都是赚的。小妖童拿起桌上的单瓶，转身就下了台。我愣了一下，合着这小子上来就只卖一张破残图，也不嫌寒碜。既然离台子最近，我也不墨迹，直接接力上台，把残的宝贝一样样摆了出来。这些年薅羊毛攒的上品灵虫，用不上的通用灵丹，捡漏来的各类宝物，瞬间摆满了整张桌子，和刚才寒酸的小妖童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直接报出了需求，我只要1000年寒冰髓、寒石、火石。话刚落音，地心就快步走了过来，生怕被人抢了先。1000年寒冰髓我没有，但剩下的材料我有2成，想换你全部的中上品灵虫。我意外的看了他一眼，没想到寒冰神焰的材料，他一个人就凑齐了2成，果然是个家底丰厚的小富婆，价值大致相当。我也懒得细算，当场就点头成交。我的东西格外抢手，没一会儿就交易得干干净净。寒冰神焰的材料凑了一小半，剩下的除了1000年寒冰髓，都能用灵石在前世商会买全。可惜我现在正缺灵石，只能寄希望于刚到手的藏宝图能给我个大惊喜。我下台之后，李老道就接了班，跟我打了声招呼，就把他那些用来阴人的内补摆上了桌。台下不少人看得脸色发白，眼神里全是忌惮。可上前交易的人也不少，其中就包括之前买走隔音阵的那个女散秀。她把李老道的石头骨全收了。我在一旁看得幸灾乐祸，心里默默给即将被他盯上的倒霉鬼默哀，却万万没想到，那个倒霉鬼竟然就是我自己。一宝会很快结束，我混在人群里往外走，心里还在盘算着藏宝图里的宝物，丝毫没察觉3个人已经悄悄掉在了我身后，为首的正是那个女散秀。他们早就盯上了我，觉得我年纪小，境界只有巨灵中期，是全场最好拿捏的肥羊，连隔音阵和石头骨全都是为我准备的。我对此一无所知，见天色还早，索性在方市逛了一圈，又去酒楼吃了顿好的，逛夜市玩到深夜，才哼着小曲往大石村走。可把埋伏在路边的3人喂了大半夜蚊子，差点以为我不回来了。好在我向来谨慎，自从被李老道的阴蛊坑过之后，出门天机之眼就全程开着，前路的一切都被放大看得清清楚楚。刚走进碎石路，我就扫到了路上那些伪装成碎石的石头骨，进度条明明白白的显示在上面。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自己被人盯上了，脸上却不动声色，依旧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只是悄悄偏离路线，避开了石头骨的埋伏点，只想赶紧冲回大石村。有龙老坐镇，没人敢放肆，可我的举动还是被他们识破了。不好，被识破了！女散修一声大喊，3人立刻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拦在了我身前。看到他那张脸，我人都傻了，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那个倒霉鬼。他买的隔音阵竟然是用在我身上的，是我。既然你知道我们有隔音阵牌，那就乖乖交出身上所有财物和血气的补充，我们保证只劫财不害命。雨伞修阴恻恻的开口，显然也忌惮我的小强骨。我看了看他身后2个巨灵后期的大汉，冷笑道：打我一个巨灵中期，还要出动3个巨灵后期，你们对自己的实力就这么不自信？以大欺小就算了，还要以多打少，不觉得过分？呵呵，我们就喜欢以多欺少。你的小强骨凶名在外，我们可不敢大意。雨伞修根本不吃激将法，巧了，我也喜欢以多欺少。我笑着拍了拍手，5个化外分身瞬间从体内分出，将3人团团围住，加上我本体，一共6个，正好2打1，人数优势直接反转。雨伞修满脸不屑，区分身术也敢拿出来现眼？只要找到你的本体，这些分身自然不攻自破。可他身边的光头大汉却脸色煞白，咽了口唾沫，颤声道：这不是分身，是化外分身。我们踢到铁板了。分身只是虚有其表的能量体，可化外分身是有实体的，战斗力不弱于本体多少。能拥有化外分身的，无疑不是名震一方的强者。而我一个巨灵中期，竟然一出手就是5个。雨伞修瞬间脸色大变，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5个分身已经攻了上去。炎分身掌心凝聚出红色能量球，一掌拍向雨伞修。光头大汉立刻冲上去挡在前面，祭出雷掌应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过后，他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他可是巨灵后期，竟然被一个巨灵中期的分身一招打吐血。他哪里知道，我这10绝体本就同阶无敌，越级而战根本不在话下。混战瞬间开启，完全是一面倒的碾压。5个分身自带小强骨的不死能力，顶着对方蛇骨的撕咬，不要命的全力进攻，招招都往死里打。我怕动静太大引来方氏守护者，也懒得再耗下去，直接发动了准备已久的人界幻术。3人的意识瞬间被拉入幻境，身体直挺挺的僵在原地，动弹不得。下一秒，无数道五行玉轰在他们身上，瞬间将3人轰成了渣渣。我迅速收起3人的储物袋，头也不回的逃离了现场。我刚走没多久，方氏的7位守护者就赶到了，全都是洗髓期巅峰的高手。他们检查着现场的战斗痕迹，看着地面上被5种霸道变异灵力炸出的坑洞，脸色个个凝重无比。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全新的变异灵力和灵术，只当是外来的强者行凶，扬言要严查到底。可当听说这里是通往大石村的路，得知龙老就在大石村闭关，所有人都瞬间熄了去搜查的心思。而我回到家，翻了翻那3个散修的储物袋，里面全是些破烂，根本没什么值钱东西，顿时大失所望，也算是明白了，杀人夺宝根本就是赔本买卖，风险高收益低，种田才是王道。修行从来不是打打杀杀。总结完经验，我拿出了这次异宝会最大的收获，那张藏宝残图。按照计划，我把残图铺在白纸上，在残缺的位置下画，进度条瞬间消失。我却不禁反省，这证明我的方法是可行的。我本就是干地，寿元又足够漫长，根本不怕浪费时间。接下来的半个月，我耗费了无数张白纸，终于把这张残图彻底补全，也成功锁定了藏宝的位置。我欣喜若狂，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寻宝。药园那边不用担心，我直接留下0分身照看，自己则带着剩下4个分身一路向北而去。半个月后，我终于抵达了藏宝图标记的山脉，这里荒无人烟，死寂一片。越是这种地方，越容易藏着无主之宝。我拿出地图确认了位置，立刻开启天机之眼，对整片山脉进行地毯式搜索。只要地下有宝物，甭管埋多深，进度条都瞒不过我的眼睛。没过多久，我就在一处被乱石掩埋的隐蔽山洞口停了下来。我命令4个分身搬开乱石，清出能容1人进出的缝隙，先派炎分身进去探路，确认没有危险后，才带着剩下的分身走进山洞，自己走在队伍最中间，把安全拉满。山洞很深，我们举着火把小心翼翼往里走，没走多远，就看到了3具早已化作白骨的前辈，地上还摆着9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我让偏分身上前检查，打开储物袋的瞬间，我眼睛都亮了，里面除了一本日记和些杂物，剩下的全是大大小小的化石。我开启天机之眼扫过，9成都是没进度的废料，可剩下1成里有不少小数点后4位的上品灵虫化石，足够我小发一笔了。再结合地上的白骨和那本日记，我瞬间理清了来龙去脉。很久以前，4个散修意外发现了这里竟然是一条罕见的化石矿脉。4人欣喜若狂，可挖矿太耗费时间，他们4个就算挖到死，也挖不完这条矿脉。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凡人来做苦力，可凡人村全都掌握在大族手里，他们4个散修根本没有动员凡人的能力，所以其中一个散修当即就提议，不如将这个矿脉直接卖掉，赚多块钱。这话一出，立刻遭到了其他散修的激烈反对，他们穷怕了，这矿脉就是做挖不完的金山，谁愿意拱手让人？可提议卖矿的散修也没说错，他们几辈子都挖不完的矿，守着换不来实力，纯是守财奴。两边意见彻底撕裂，从争吵演变成死战。4个散修最后只活下来一个，拖着重伤的身体走出矿洞，最终还是没能撑住，只留下一张标记矿脉的地图便撒手人寰。后来这张地图被人临死前烧毁了大半，只剩残图几经流转，落到了小药童手里，最终到了我的手上。站在矿洞前，我也动了和那几个散修一样的心思，到底是死守这座金山，还是卖了换块钱？我也没纠结多久，老子来这就是为了凑灵石买寒冰神焰的材料，这矿脉我一个人根本挖不动，守着用不了的财富有个屁用，不如卖给那些大族，让他们出钱出力挖矿，等他们把挖出来的化石拿到市面卖，老子在白菜价捡漏，这不相当于他们不光要给我送一大笔买矿钱，还得免费给我当苦力，挖出来的好虫最后还得归我。想到这，我忍不住露出了奸笑，这算盘打的，我自己都服。打定主意，我没急着走，和那几个瞎挖的散修不一样，我的天机之眼能精准定位必出灵虫的化石。既然要卖矿，浅层能挖的好东西，我自然要先搜刮干净。这矿洞跟个巨大的迷宫似的，岔路无数，深处不仅容易迷路，还有怪虫和各种未知危险。我本没打算深入，可
眼角余光突然扫到深处一块画室，进度赫然是38，17903，小数点后5位，这绝对是万年以上成熟期的极品灵虫，10万只上品灵虫都未必能出一只极品，市面底价千万灵石，完全有价无市。我苟在方氏这么多年，也就只见过一只，练成极品骨后，对上品骨完全是降维打击。现在这宝贝就在眼前，我当场就坐不住了，抄起铁镐就冲了过去，带着4个分身连挖2天，才终于把这块画室完整挖了出来。抱着这块画室，我彻底没了挖矿的心思，矿是挖不完的，有这宝贝在手，我回去就能自创极品古方，缺什么材料直接买就行，犯不着在这耗时间。出了矿洞，我立刻让分身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半分痕迹都没留下，随即踏上归途。半个月后，我风尘仆仆赶回极西方市，夜长梦多，矿脉必须立刻出手。我生性谨慎，为了保万全，做了层层准备，面具乔装捂得严严实实，伪装成背后有大佬撑腰的炼丹师，全程让分身出面交易，真出了事，死的也只是分身，本体随时能撤。做好一切，我进了前世拍卖行，有诚信古约束的前世商会，是我唯一信得过的地方，绝不会搞店大欺客的勾当。刚进门，我就被管事钱多多盯上了。这胖子行商多年，一双眼睛毒得很，看我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立刻就断定我身上有硬货，满脸堆笑的迎了上来。这位先生，我是这里的管事，你是有好东西要放在我前世拍卖行拍卖吗？我点点头，递过一个单品，语气带着刻意的狂傲，这是聚灵丹，你看可够资格拍卖？我根本不是来卖丹药的，只是要借聚灵丹亮明我炼丹师的身份，给自己加1层护身符。这聚灵丹能提升洗髓期1成突破率，在这个灵力稀薄的时代，就是能让修士疯抢的硬通货，炼制难度极高，2品炼丹师的成丹率都不到1/30，根本没法量产，市面上一颗都难求。钱多多打开单品，倒出一颗金色丹丸，闻着丹香，当场就露了陶醉的神色。等他数清瓶里整整10颗聚灵丹，脸色瞬间凝重起来。我直接补了一句，声音不大，却足够让他心头巨震。不多，就4瓶，每瓶10颗，40颗聚灵丹。钱多多当场就懵了，瞬间脑补出我背后站着一位3品甚至4品炼丹师，语气立刻恭敬起来，试探着躬身道：“原来是4品炼丹师的高徒，失敬失敬。”我也不反驳，顺着他的话淡淡道：“该是多少价就多少价，不必强求。”他老人家还看不上这点小钱。眼看他脑补的越来越到位，我直接拉高声音，让大厅里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其实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卖聚灵丹，我手上有一张标记无主化石矿脉的地图，今天就是来拍卖它的。这东西够资格当本次拍卖会的压轴吧。这话一出，整个大厅瞬间死寂，若真可闻。下一秒，全场直接炸了锅。化石矿脉，那是能让一个弱族直接跃升强族，兴盛千年的金山，在这等诱惑面前，谁能不眼红？所有人都红了眼，疯了一样用飞虫传输给家族报信，不少人直接狂奔出门，恨不得立刻把消息送回去。钱多多也呼吸急促，圆脸涨得通红，他就是做化石生意的，比谁都清楚这矿脉的价值有多恐怖。就在这时，他脑子里想起了前世大小姐钱晶晶的灵魂传音，让他立刻安排拍卖，兵贵神速，绝不能给个大族变卖祖产凑钱的时间。钱多多瞬间反应过来，立刻跟我说，刚好有一场拍卖会马上开场，这矿脉地图正好能当压轴品，不用我提前交出地图，只需要当众用诚信股测谎保真，最终直接把地图交给中标买家就行。我当场就应了下来，这正合我意。很快，我被侍女领到会场10号贵宾席，我心里门清，拍卖越快越好，真要宣传几个月，别说林海静，古王级的狠角色都得被引来，到时候我赚再多钱也没命花。现在方市里连林海7的补修都没几个，我的安全绝对有保障。没等多久，钟声响起，拍卖会直接开场。前世大小姐钱晶晶亲自走上拍卖台，连冗长的开场白都省了，直奔主题。她掀开玉盘上的红布，朗声道：“这是神秘炼丹师炼制的聚灵丹，1瓶10颗，起拍价10万灵石。现在开始竞拍。”全场瞬间疯了，台下全是聚灵期的补修，这聚灵丹对他们来说就是突破境界的唯一希望。刚开拍，就有人直接喊价30万灵石，价格一路飙升，转眼就冲到了100万。就在钱晶晶准备落锤的瞬间，门外突然传来一声粗犷的大吼：“我龙家出110万！”众人循声望去，极西7大族的家主竟然全到了，身上全是林海境强者的气息，径直走到贵宾席最前排落座，正好就在我旁边。我瞬间压力山大，心里暗叫庆幸，还好没拖时间，再晚几天非引来古王不可。随着锤音落下，第1瓶聚灵丹被龙家主收入囊中。旁边的凤家主皮笑肉不笑的开口对他：“龙家主，我留着灵石拍压轴品，就不和你争了，就是不知道你现在浪费110万灵石，待会还有没有资格争化石矿脉？”龙家主斜睨他一眼，语气满是不屑：“我龙家家大业大，这点灵石算个屁，毛毛雨而已。”话音刚落，第2件拍卖品被端了上来，红布一掀，又是满满1瓶聚灵丹，全场瞬间又是一惊，谁都没想到竟然还有第2瓶。没等钱晶晶喊起拍价，龙家主直接开口：“我出100万灵石。”人群里突然传来一声高喊：“我出130万灵石！”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乔装打扮的钱多多，心里顿时乐了，合着拍卖行自己人也下场竞拍了。龙家主眼都没眨一下，立刻加价：“我出140万灵石！”钱多多没再跟价，第2瓶聚灵丹也落进了龙家主手里。可当第3瓶聚灵丹被端上来的时候，全场彻底不淡定了，所有人都懵了，聚灵丹什么时候能这么量产了？龙家主也脸色凝重，他心里再清楚不过，能拿出这么多聚灵丹的，绝对是3瓶以上的炼丹大师，这种人物是个大势力挤破头都要结交的存在。还是没等钱晶晶开口，龙家主直接打断，高声报出价格：“我出100万灵石！”台下的散修们都快疯了，这是要把所有聚灵丹一网打尽。钱多多咬着牙再次高喊：“我出130万灵石！140万灵石！”龙家主果断加价，丝毫不给人喘气的机会。好，你狠！钱多多在心里暗骂一句，咬着牙放弃了加价。他心里闷清，聚灵丹还有最后1瓶，
总想着等后面能捡个便宜，没必要在这里死磕高价。可他万万没想到，第4件拍卖品刚被侍女端上来，红布都还没掀开，龙家主就迫不及待地扯着嗓子喊：“我出130万灵石！”噗，钱多多差点当场气吐血，脸都憋红了，彻底破防。他太清楚这是最后一品了，再也不敢犹豫，肉疼地跟着喊：“我出140万灵石！”他本以为这就能拿下，可没想到其他几家商会的人也都坐不住了。他们之前和钱多多一个心思，都等着后面的瓶子捡漏，结果被龙家主搅了局，现在只能在这最后一瓶上拼命。所有人都想着最后一瓶能便宜，结果所有人都挤到了一起，价格越炒越高，最后硬生生被抬到了280万灵石，才被钱多多咬牙拿下。钱多多脸都绿了，心在滴血，肠子都悔青了。前面第一瓶才110万，他要是不贪便宜早点出手，哪用得着花这么多冤枉钱？而我坐在贵宾席上，面具下的嘴都快咧到耳根了，爽，太爽了！这4瓶聚灵丹直接给我赚了600多万灵石，但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开胃小菜，待会要拍卖的化石矿脉，成交价只会更夸张，这些钱连零头都算不上。等矿脉脱手，别说寒冰神焰的材料，就算是炼10只8只蛊虫的钱都绰绰有余。聚灵丹拍卖结束后，后面的拍卖品全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玩意儿。7大族的家主个个兴趣缺缺，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全都憋着劲等着压轴大戏。没过多久，本次拍卖会的重头戏终于来了。前一秒还昏昏欲睡的看客们瞬间精神亢奋，交头接耳。凤家主眼里冒着火，连刚才一直打哈欠的龙家主也瞬间坐直了身子，眼神锐利的像刀子。钱晶晶环视全场，笑着开口：“想必诸位都等不及了，我也就不啰嗦了。本次压轴拍卖品，无主化石矿脉地址，起拍价1亿灵石，现在开始竞拍。”全场倒吸一口凉气，1亿灵石的起拍价直接把所有人都镇住了。我更是心花怒放，虽然知道这个价格在这种小地方已经顶天了，换到大地方能卖几十亿，但对我来说，能稳稳拿到几个亿就已经血赚了。我可没胆子去强者如云的地方冒风险。钱晶晶话音刚落，凤家主就迫不及待地喊：“我出1亿1000万灵石！”他很清楚，这矿脉只要拿下，稳赚不赔，哪怕花10亿都值。其他家主也瞬间反应过来，纷纷加价，价格很快就冲到了2亿灵石。紧接着，各大商会也下场了，他们调动资金的能力比家族强得多，一出手就把价格抬到了3亿灵石。就在这时，钱晶晶暗中打了个手势，乔装打扮的钱多多直接一嗓子喊出4亿灵石，全场瞬间安静了。除了龙家主，其他6大族的家主个个脸色铁青，拳头攥得死紧。时间太仓促，他们根本拿不出4亿灵石，直接被踢出了争夺局，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可就在这时，一直稳坐钓鱼台的龙家主突然用灵魂传音跟其他几位家主搭话：“现在这情况，我们单干谁都拼不过商会，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一家出1个亿，凑齐一把矿脉拿下，就算1分为7，也比一点都拿不到强，还能避免内斗。外地势力来了也得掂量掂量。”这话一出，其他家主瞬间动了心，10家主当场拍大腿同意，其他人也不敢犹豫，生怕被落下，纷纷点头答应。只有凤家主脸黑得像锅底，这才反应过来，龙万里之前花大价请拍聚灵丹，早就打好了联合的算盘，白白让他捡了大便宜，气得他在心里暗骂不停。等各家都把1个亿的灵石塞给龙家主，他直接起身，中气十足地喊出：“我出7个亿！”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个数字砸懵了。钱多多脸都青了，眼神里全是怒火。又是这个龙万里，钱晶晶也脸色微变，瞬间就明白过来，这是7族联合了，就算他再加价，对方也能继续凑钱，再争下去毫无意义。他深吸一口气，环视全场高声喊：“龙家主出价7亿灵石，还有没有更高的？7亿灵石1次，7亿灵石2次，7亿灵石3次，成交！”恭喜龙家主！小锤重重落下，那几家还在商议联合的商会负责人瞬间炸了，气得当场破口大骂，都怪钱晶晶落锤太快，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龙家主大笑着向周围拱手，大步走上拍卖台，我也跟着起身走了上去。全场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那个拍卖矿脉的卖家。我拿出亲手画的地形图，根本不怕有人认出来。钱晶晶拿出金色的诚信谷，庄重地问我，在诚信谷的见证下，这张地图标记一处无主矿脉的事，是否为真？我看着这只传说中的诚信谷，当即发誓，当然为真，如若有假，天诛地灭。诚信谷满意地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异动，直接坐实了地图的真实性。龙家主笑着把装着7亿灵石的储物袋递过来，先生，这是7亿灵石，你点点。我伸手接过，灵魂力一扫，差点被里面堆成山的灵石闪瞎眼。可紧接着我就发现了个问题，我这小储物袋根本装不下这么多灵石，可我又不能直说，不然之前装大佬的戏码就露馅了。我脑子一转，不露声色地说，就不必清点了。我信得过龙家主的人品，不过我的大型储物袋里装的灵丹实在太多，怕是放不下这么多灵石。这样吧，你这个储物袋送我，我回赠你1瓶聚灵丹，你看如何？说完，我直接把1瓶聚灵丹放在了桌子上。合适，当然合适。龙家主眼睛都亮了，赶紧接过单瓶，一个储物袋才值几个钱，换1瓶聚灵丹，血赚不亏。与此同时，钱晶晶也递给我一个储物袋，这是你卖聚灵丹的670万灵石，扣除5的佣金，还剩636万5千灵石。至于矿脉的7亿灵石，本次我们拍卖行就不收佣金了，全当交个朋友。这个储物袋也一并负责。我笑得更开心了，接过储物袋道：“上岛，放心，以后再发现矿脉，我一定还来你们前世商会拍卖。”钱晶晶脸上笑着，心里怕是早就吐槽翻了，毕竟谁能把矿脉当大白菜？说发现就发现，灵石一到手，我1秒都不多待，转身就走。会场里的散修纷纷给我让道，他们都知道我就是拿出大量聚灵丹的神秘大佬。
更何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上台的不过是我的一具分身，根本没人敢打歪主意。我让严分身一路确认没人跟踪，顺利和本体会合，第一时间就回了大石村。时隔1个多月，再次回到我的小家，看着熟悉的花海、林峰，还有那只昂首挺胸的大飞机，只觉得无比亲切。看到药园里忙碌的林分身，我笑着走过去，瞬间同化了他的记忆，确认没出任何意外，立刻就开始干正事，炼制我心心念念的极品蛊虫。我从玉虫袋里拿出那条雪白的小蛇，眼里全是激动，这就是我从矿洞里挖出来的极品灵虫酒虫，浑身还散发着淡淡的酒香。这玩意儿的玩法和普通蛊虫不一样，它的强弱全靠酿酒的品质，用的酒越好，炼出来的酒蛊就越强。我瞬间就来了脑洞，这个世界的酿酒技术拉胯的很，我要是用前世的蒸馏酒技术来炼蛊，那不得直接逆天。说干就干，我拿出纸笔，直接写下酒蛊2个大字，又顺着前世的灵感写下酸甜苦辣4味美酒。结果下一秒，残方进度直接窜到了100，我当场就懵了，几秒钟就自创出一个极品古方，不会吧？可很快我就反应过来，看似只需要4味酒，可每一味酒都需要一个完整的零酒酒方，而这个世界的好酒方全都是个家藏着掖着的宝贝，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好家伙，合着我不光要炼蛊，还得先自创4个零酒酒方。我倒吸一口凉气，人都妈了，但我这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绝不可能用廉价酒糊弄。干，必须干！我直接以前世的果酒、糯米酒、苦艾酒、白酒为模板，把里面的材料全换成这个世界的天才地宝，甚至直接把最贵的灵果灵药都写了上去。这一干就是整整2年。等我终于放下笔，摸着下巴上的胡须，只觉得浑身疲惫，可眼睛却亮得吓人。不知不觉，我荒于修炼2年，分身竟然直接把我的修为拱到了巨灵后期，这种躺着就能升级的感觉，简直爽翻了。而我这2年最大的成果，就是桌子上这4个零酒酒方：甜酒提升精神力，辣酒提升力量，酸酒提升敏捷，苦酒治疗伤势。每一个酒方都用了上千种天才地宝，说是仙酒都不为过。这2年，我一边干酒方，一边让分身换着身份去方式扫材料，在超能力的加持下，酸甜辣3味酒都已经酿了出来，还用蒸馏技术提纯，酒香浓的我闻一下都差点醉倒。现在就差最后1味苦酒，只缺1味苦艾果。我顺着窗外大喊一声：“严分身，去给我将苦艾果给我买回来，顺便给我将苦酒酿造出来。苦酒酿造出来后，再顺便给我蒸馏一下。苦酒蒸馏出来后，再顺便给我把酒补炼了。”阳光下的严分身立刻起身向外跑去。我自从有了分身后，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就绝不站着，什么事都交给分身去做，比大爷还大爷。酿造苦酒还需要一段时间，只需耐心等待即可。我无聊之下便检查了一下这些年来各大分身的修炼成果，我给分身排满了修炼任务，全年无休，他们的成果也尽数反馈到了我身上。其余修炼中规中矩，唯独长生经进度喜人，分身已经替我干到了第15层，直接让我比同阶多出350年寿元。看着这夸张的寿元，我瞬间来了脑洞，古界强者杀弱者夺宝是常事，万一哪天碰到高我一个大境界的强敌，我总得有张保命底牌。既然寿元够多，那不如开发一套以寿元换力量的禁术，和长生经简直是绝配。说干就干，我立刻拿出纸笔，专攻能越阶杀敌的攻击型寿元禁术。就在我爆干禁术的这段时间，严分身也不负所托，顺利买回苦艾果，按酒方酿好了苦酒，还用我做的蒸馏工具完成了提纯，直到浓郁的酒香飘进屋里，我才停下笔，跑出去准备炼酒蛊。院子里，我把酸甜苦辣4味蒸馏好的美酒依次倒进大酒缸里，红、黄、青、白4层酒液泾渭分明，清澈无杂质，酒香瞬间散开，连院里的林峰和鸡哥都探着脑袋往这边看。酒液倒满，我一把揪出玉虫袋里还在沉睡的小白，扑通一声扔进了酒缸。小白猛地惊醒，先是在酒里疯狂扑腾，等尝出这是极品美酒，当场兴奋到极点，张着大嘴贪婪吸食，在4层酒液里来回窜动，快活到根本不想出来。我满意的盖上缸盖，一边守在旁边继续研究禁术，一边等酒蛊成型。一晃半年过去，我的禁术干到了50，可酒缸的进度条死死卡在50，半点动静都没有。我当场慌了，赶紧掀开缸盖一条缝往里看，就见小白翻着白肚皮，紧闭双眼飘在酒上，跟死了一样。要不是还有进度条撑着，我真以为这货嘎了。合着我这反复蒸馏的零酒太烈，把以海量著称的酒虫直接给醉死过去了。我人都妈了，这事儿说出去都能成千古奇闻，可我不敢乱动，万一前功尽弃，亏的不仅是天价材料，还有这独一份的极品灵虫，只能破罐破摔。盖好缸盖继续等，又过了100天，我的禁术开发到了80，再掀开缸盖看，小白还是飘在那里，可缸里的酒液明显少了一大截，还好能喝就证明还活着。合着这货是醒了喝2口，喝完直接醉死，无限循环。我摇摇头盖好盖子，转头继续爆干禁术，又是100个日夜废寝忘食。这门以消耗寿元换取恐怖攻击力的禁术，终于被我研究成功了。这招威力大到能反噬施术者，代价更是要耗损不可再生的寿元。除了我这种寿元多到用不完的人，别人用一次，怕是没被反噬死也没几年活头了。妥妥的压箱底底牌，我立刻钻进原界，肆无忌惮的试验威力，白色能量团扔出去，直接在地面炸出一个个比足球场还大的深坑，破坏力远不是灵力攻击能比的，爽得我根本停不下来。退出幻境，我在书皮上写下元气弹3个大字，郑重藏好。这时我才猛地想起缸里的小白，赶紧冲过去一把掀开了缸盖，缸里的酒液一滴不剩，小白的体型大了1圈，正拳在缸底呼呼大睡，而他头上的进度条赫然变成了0.00000，成了，灵虫彻底转变成蛊虫了。我大喜过望，趁他熟睡，一滴血液滴在他头上，瞬间完成了血气。等接收到他的能力时，我直接被惊得说不出话。小白竟然带了2种领域系能力，领域本就是极少数极品蛊虫才有的专属能力，史上从未有过哪只蛊虫
能同时拥有2种领域？我这九股直接开创了历史先河。它的2个领域，一个是迟缓领域，能让范围内的对手行动大幅变慢；一个是加速领域，能让我和友军的行动速度翻倍。2种领域同时开启，一增一减之下，对面根本没得打，纯纯的降维打击。哪怕现阶段他还弱，只能影响速度，可未来的上限高到没边，绝对值得我倾尽资源培养。我爱不释手的撸了半天，才把这个宝贝疙瘩收进玉虫袋。九股练成，我心情大好，刮了胡子，终于走出了宅了许久的小屋，直奔极西方式。自从寒冰神焰的配方被我破解，这些年我身价暴涨，其余材料早就凑齐了，唯独缺最核心的千年寒冰髓，连一点消息都没摸到。这次来方式就是为了找它，可我逛遍了所有摊位，别说千年寒冰髓，连个像样的宝物都没有，一点漏都没捡到。正准备走人，一个浑身肌肉的大汉突然凑了过来，鼻子在我身前嗅了嗅，眼睛瞬间亮了。好久，我人傻了。出门前我明明洗了澡换了衣服，自己半点酒味都闻不到，他竟然能闻出来。大汉得意一笑，我有犬类动物骨，完美继承了狗的嗅觉，气味再淡也躲不过。你这酒是新创的独门酒方吧？拿出来，老夫替你品一品，给你提点建议。我嘴角抽了抽，合着这是个厚着脸皮蹭酒的，可他身上洗髓巅峰的气息，绝不是我能招惹的。我赶紧搬出护身符，小心翼翼道：晚辈是龙老手下的药头，不知前辈是。哪知这话一出，大汉眼睛更亮了，大笑道：原来是自己人，那老儿欠了我500万灵石，尸债图长，快把酒拿出来，今天我喝几十杯都不算事。我当场傻眼，万万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好听他的意思，和龙老是熟人，至少不会找我麻烦。我赶紧提醒道：前辈，我的酒实在太烈，烈到能喝死人，正常人根本碰不了。这话可不是吹牛，连九重都差点被喝得醉死过去，更何况是人。可大汉一听，反而被激起了好胜心，当场瞪起了眼，好大的口气，你是在看不起我？我从小酷爱喝烈酒，人称酒神龙烈，能把我放倒的酒还没出生呢，今天我非要看看你的酒到底有多烈。得，遇到个认死理的酒蒙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能硬着头皮道：好吧，我们去那边的前世酒楼，有下酒菜配美酒，再好不过了。走。龙烈二话不说，大步就往酒楼走。店小二赶紧迎上来，刚要问喝什么酒，龙烈直接摆手：不必了，我们自带酒水。店小二当场懵了，去酒楼自带酒水，这怕不是来砸场子的。我赶紧打圆场，先把你们家的招牌菜全上一遍。店小二瞬间喜笑颜开，忙不迭把我们领到2楼包间。坐下后，我先拿出了最不爱喝的苦酒，想打发他算了，哪知龙烈直接摆手，一脸玩味：别小气，我可闻到你有4种酒，快全部拿出来。我手臂一僵，心里暗骂这狗鼻子是真灵，无奈之下只能把4味酒全摆在桌子上，每种只倒了小半杯。龙烈看着那点酒底，满脸不屑：怎么，你这是在质疑酒神的酒量？我以前都是吹瓶喝，你这点酒给我刷牙都不够。可他话音刚落，狠狠吸了一口酒香，喉咙里顿时发出咕噜一声，再也忍不住，抓起最烈的辣酒，仰头一饮而尽。我下意识缩了缩脖子，数着辣酒最烈，他竟然一口闷了，是真敢啊！烈酒入喉，龙烈整张脸瞬间涨红，整个身体都滚烫起来，毛孔都在往外散发热气。他瞪圆了眼睛，兴奋的狂叫：好喝，太他妈的好喝了！老夫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第一次喝到这么烈的酒，这才是男人喝的酒。我以前喝的简直就是水。可大喊大叫没2秒，他突然一阵眩晕，双手死死按住桌子，才没让自己倒下去。龙烈当场大吃一惊，他多少年没尝过醉意了，如今才喝了小半杯，竟然就有了要醉倒的感觉。可他硬是凭着强大的意志力扛住了醉意，虎目瞪圆，盯着桌子上剩下的3杯酒，一杯接着一杯，全部送进嘴里，一饮而尽。我瞠目结舌，不得不说他是真的虎。结果自然不用说，3杯酒下肚，他还没开始大喊大叫，还没撑过1秒钟，就直接倒在桌子上了。呼噜声瞬间响起，声音震天响，穿透力连楼下都能听到。我无奈摇了摇头，这货真是个不要命的酒蒙子，酒混着喝本就容易醉，他还敢一口闷4种烈酒，不醉倒才怪。没一会儿，店小二就把菜上齐了，我也没客气，甩开膀子大快朵颐。这一桌子招牌菜花了5万灵石，他喝了我1万灵石的酒，我吃回5万的菜，公平的很。吃饱喝足，我直接跳窗户溜了。别误会，我可不是吃霸王餐，买单界的规矩，谁留到最后谁买单。屋里不还有个醉死过去的酒蒙子吗？出了酒楼，我正往大石村走，兜里的传讯符突然震了起来。这玩意儿价格死贵，只有出大事才会有人用。我掏出来一看，是方氏的炼器师金大师发来的，说他在大雪山挖到个像千年寒冰髓的东西，邀我去府上做客鉴定，还让我备好财物。我眼睛瞬间就亮了，千年寒冰髓，我找了这么久的东西，终于有下落了。只要这东西到手，我就能立刻炼出寒冰神焰，想想都激动。我当即派言分身回家取财物，自己则强忍着肚子里的诚意，亲自往金大师的洞府赶去。毕竟分身没有我的天机之眼，鉴宝这事儿还得我亲自来才放心。金大师的洞府就在方氏附近的山里，没走多久就到了。门口早有个少年等着，见了我立刻恭敬迎上来：龙前辈，您来了，我师父在里面等。我随口问了句：你师父挖到千年寒冰髓的事是真的？少年连忙回道：我们散修见识浅，认不准真假，还得您亲自鉴定才行。我点点头，让他前面带路。进洞府的路上，我用天机之眼扫了一圈周围的阵法，瞬间就把阵基、阵纹看得一清二楚。这阵法是地心布的，我熟得很，真要出什么事，破阵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刚进洞府大厅，一身横肉的金大师就大笑着迎了上来：龙小友，你总算来了，
快里面请。我也笑着客套。金大师相邀，我岂敢不来？刚在前世9楼听说您设宴，我饭都没吃就跳窗赶来了，专门留着肚子吗？两人说笑间落座，我没心思跟他绕弯子，直奔主题。趁菜还没上，金大师不如先把那块千年寒冰笋拿出来，让我开开眼。哈哈，小友倒是心急。金大师大笑一声，戴上厚手套，从储物袋里掏出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晶石。晶石一拿出来，整个洞府的温度瞬间骤降，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隔着老远我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石桌接触到晶石的瞬间，直接结了一层薄冰，我心脏狂跳。再用天机之眼一看，进度条赫然是99、9999，这哪里是普通的千年寒冰笋？这玩意儿再过几天就能进阶成万年寒冰笋了，我简直是捡到宝了！用1000年的价格买万年的货，运气直接逆天了，哪怕心里狂喜到爆炸，我脸上还是装出一副犹豫纠结的样子，装模作样研究了半天，抬头道：这东西我也拿不准真假，但宁杀错不放过，我要了。金大师，开个价吧！哈哈，连吃不准的东西都敢买，小友胆子果然大。金大师笑得一脸和善，却压根不提价格，只摆手道：先不急，我们先喝酒吃菜。话音刚落，他的弟子就开始上菜，满满一桌子肉菜好酒。可我刚吃饱，哪有半点胃口，满脑子都是赶紧拿下寒冰水走人，却又不能表现得太急切，只能硬着头皮应付。金大师热情地给我夹菜，让我尝尝4品灵兽肉。我拿起筷子，习惯性地用天机之眼扫了一眼，这一眼下去，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天灵盖都发凉。菜里竟然有蛊，而且是极小的蛊虫，不放大根本看不见。我赶紧把筷子转向旁边的素菜，结果再一看，素菜里也有，甚至连酒里都没放过。好个浓眉大眼的金大师，看着一脸和善，竟然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这一桌子合着就是个全虫宴。我不动声色地收回筷子，干笑道：实在不好意思，尿急，我先到外面方便一下，等回来再跟金大师一醉方休。说完我起身就往洞外走，可没走2步，脚下的阵法突然启动，一道透明结界瞬间升起，把整个大厅封得死死的。我差点一头撞上去，我脸色微变，回头看向金大师，装作不解。金大师，这是何意？金大师脸上的笑容没变，却已经拿着阵银走出了结界，把我一个人困在了里面。他终于不装了，冷笑道：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识破韭菜里的蛊的，但想就这么走了，怕是想多了。这里是我的主场，今天你难逃一死。我淡定地问：我何时得罪过金大师？还请明示。古界杀人何须得罪？弱小便是原罪，要怪就怪你太弱了。金大师冷哼一声，旁边那名迎宾的少年也没了之前的恭敬，恶狠狠地提议：师傅，我们放毒气把他杀了。上次那个姓冯的散修，我们就是这么拿下的。不必。金大师一脸阴狠，他有小强蛊，放毒奈何不了他。我直接放蛊虫把他分食了，我就不信他变成碎肉还能活下来。说着，他打开玉虫袋，放出3只凶神恶煞的蛊虫，一只是带巨茧的金色金刚蛊，一只是双尾飞蟹，还有一只是浑身带刀刺的巨齿蜈蚣。方是3个散修的独门上品蛊，竟然全被他集齐了。金大师狂笑道：3大上品蛊齐出，我看你怎么打！3只蛊虫嘶吼着朝我飞扑过来，我脸色微变，赶紧拍开玉虫袋，把还在睡大觉的小白扔了出去。别睡了，出来干活！此战只许胜不许败。小白被摔得一猛，总算醒了过来，看着扑过来的3只蛊虫，瞬间警惕起来。哪怕他再不爱打架，可血气相连，我死了他也活不成，只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我心里还捏了把汗。对面3只蛊虫带剪带钳带锯子，凶得很。小白光溜溜一条小蛇，能打得过吗？结果下一秒我就笑了。极品蛊虫和上品蛊虫之间，那就是天堑。小白迟缓领域一开，3只原本快如闪电的上品蛊虫，瞬间慢得像蜗牛，连小白的毛都摸不到，反而被小白一尾巴就抽飞了金刚蛊。1讨3，小白不仅没落下风，反而稳稳占了上风。金大师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整个人都傻了，失态的大吼：这怎么可能？3只上品蛊联手，竟然打不过他一个？不对，这是极品蛊虫，你竟然有极品蛊虫！震惊过后，他的眼里瞬间爆发出极致的贪婪，狂笑道：真是天助我也！杀了你，夺了你的极品蛊方，我就是方氏唯一一个有极品蛊虫的散修。他当即下令，让所有弟子放出蛊虫，10几只蛊虫瞬间冲进结界，围攻小白。小白的压力顿时大增，我也没闲着，蛊虫之间的战斗我插不上手，就假装用5行玉疯狂轰击结界，演给金大师看。金大师见状笑得更得意了，没用的，这是地心亲手布的阵法，岂是你蛮力能破开的？别白费力气了。他压根没发现我这都是装的。就在他放松警惕的瞬间，洞府外的5大分身已经靠着天机之眼，把外面的互动阵法破了个干干净净。前一秒还坚不可摧的结界，下一秒直接消失无踪。我凝聚了10成力的5行玉，结结实实的轰在了金大师的面门上。事情发生的太快，他根本没半点防备，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上半身直接被轰得粉碎，当场毙命。他一死，那些蛊虫瞬间遭到反噬，全部暴毙，没了牵制。小白直接开启了屠杀模式，转眼就把剩下的下品蛊虫全咬死了。金大师的那群弟子吓得脸都白了，转身就跑，结果一头撞进了我5大分身的怀里。几下功夫，洞里就再没一个活口，斩草要除根。对想杀我的人，我从来不会心慈手软。我赶紧捡起金大师的储物袋，戴上他的厚手套，拿出里面的千年寒冰笋，笑得嘴都合不拢。为了这玩意儿，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可只要他到手，一切都值了。我让分身打扫战场，抄家。金大师坑杀了那么多散修，家底厚得很，阵法材料、炼器书籍全都是好东西。我连洞外护阵的材料都挖出来打包带走，一点没浪费。带着满满衣储物袋的战利品回了家，我放好东西，立刻收拾棉衣棉裤和食物，让林分身
身在家照看药园，带着其他分身直奔大雪山。这次去大雪山，我有3个目的：给千年寒冰髓找合适的诞生环境，让它顺利进阶万年；第二，寒冰神焰是寒焰，在极寒之地炼制，效果最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去收集擅长抗寒的极品水熊虫。我独创的蟑螂式炼蛊法，需要上千只同品种的极品灵虫，才能炼出超级蛊虫。这些年我已经收集了600多只不同品种的极品水熊虫，就差抗寒、抗热的品种。这次正好借着机会，一次性补齐。半个月后，我们终于到了大雪山，山脚下天气还好好的，刚走到半山腰，瞬间就变了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寒气刺骨，哪怕穿了好几层棉衣棉裤，也跟没穿一样，冻得我直打哆嗦。我压根就没打算上山顶，这山直插云霄，山顶的环境只会更残酷，就算爬上去也得冻死。我就打算在半山腰的缓坡处转转，把该办的事办完，就立刻回家。就这种鬼地方内不穿衣服的水熊虫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实在难以想象。